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拼死拼活为公司卖力，哪成想最亲的女友和那恶心的上司居然联手给我下套，把我从公司开除，工作没了，尊严也被狠狠踩在脚下。可他们没想到我还有另一个身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郑明，今年28岁，硕士毕业后，我经过3轮笔试和2轮面试的层层筛选，好不容易进入了泰恒科技。这是国内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，年薪20万起步，5险1金齐全，每年还有14薪。刚入职时，我被分到了市场部下的用户增长组，主要任务是负责新用户获取和留存方案的制定与执行。第1年，我拼尽全力，超额完成了 KPI， 给公司带来了超过预期 30% 的新用户增长。老板给了我1万元的年终奖，虽然不算多，但在同期入职的同事中，我已经是拿得最多的了。第2年，我被提拔为用户增长组的组长，手下有了5个人，责任更大了，压力也随之而来。为了不辜负公司的期望，我经常工作到深夜，周末也会主动来公司加班。有一次，为了赶一个重要的用户活动方案，我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。那个活动最终为公司带来了200万的新用户，公司股价也因此上涨了 3%。我本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会这样平稳上升，直到那个女人的出现，刘小雨。刘小雨是公司新招的设计师，毕业于国内顶尖美院，长相甜美，性格活泼，一来就成了公司的焦点。第一次见他是在公司举办的新员工欢迎会上，他穿着简单的白 T 恤和牛仔裤，却依然显得光彩照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雨，刚毕业的菜鸟设计师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他的自我介绍简单而真诚。那天晚上，同事们起哄，让我这个老员工带着新来的刘小雨喝一杯。来，小雨，这是我们郑组长，公司的金牌员工，你得好好跟他学习。市场部的宋哥推了我一把，我有些局促地举起杯子，欢迎加入泰恒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我。他微微一笑，眼睛弯成了月牙，那我以后可要经常麻烦郑组长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交集开始多了起来。刚开始只是工作上的交流，他需要了解用户需求，而我这边有最新的用户调研数据。郑组长，我们上次说的那个界面设计，我做了几个方案，您看看哪个更合适？他经常这样来请教我，我认真的点评每一个设计，给出自己的建议。这个色调太暗了，不够活泼，这个按钮位置用户不容易找到，得调整一下，这个文案太长了，得精简一下。渐渐的工作之外，我们也开始有了私下的联系，先是一起吃午饭，然后是下班后一起吃晚饭，再后来是周末一起看电影。3个月后，在一个微醺的夜晚，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白了。小雨，我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我紧张的手心冒汗，他红着脸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我也喜欢你，郑明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恋爱。公司里的同事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大多数人都送上了祝福。郑明，眼光不错啊，小雨可是公司里的一枝花，羡慕。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小雨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我开始考虑未来的婚姻问题，甚至在心里默默规划着我们的未来。正当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的时候，
公司来了一位新的市场总监赵元浩。赵元浩是从竞争对手公司挖过来的，据说年薪高达70万，有着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。他40出头，留着精致的短发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看起来精明干练。各位好，我是赵元浩，很高兴能加入泰恒这个大家庭。他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自我介绍，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和我一起将泰恒的市场做得更大更强。作为市场部下的一个小组长，我自然要向新上司汇报工作。第一次单独汇报时，赵元浩给我的印象还不错。郑明是吧？听说你最近做的用户活动很成功啊。他翻看着我的工作报告，不时点头。我谦虚地回答，还行，主要是团队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我个人只是做了些该做的工作。不错，有心得。他合上文件夹，希望你继续保持。市场部需要像你这样有想法的年轻人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赵元浩对我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。证明这个方案太保守了，没有创新点，重新做。他把我熬夜做的方案扔在桌上，语气冷淡。证明用户数据分析不够深入，太肤浅了，这样怎么指导工作？他在部门会议上当众批评我，让我有些下不来台。证明你带的组最近业绩下滑，是不是工作不够努力？明明数据显示我们组的业绩是稳步上升的，他却这样质疑我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工作确实有疏漏需要改进，于是我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希望能得到赵元浩的认可。但无论我怎么努力，在他眼里似乎都是不够好的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对小雨却格外友善。小雨这个设计做得很好，有创意，符合年轻用户的审美。他在部门会议上特意表扬小雨，小雨工作很认真，是我们设计组的模范。他经常这样说，让小雨在同事面前很有面子。每次部门会议，他都会特意表扬小雨，而对我却是各种挑剔。我把这些困惑告诉了小雨，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。可能是赵总监对你要求更高吧，毕竟你是组长嘛。小雨安慰我，别太在意了，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可能是我太敏感了，但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条微信。那天中午，我和小雨约好一起吃饭，去他工位找他时，他正在洗手间，他的手机就放在桌上，屏幕亮着显示有一条新消息。平时我不会看他的手机，但那条消息的开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亲爱的，今晚发信人的备注是 Z 总，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Z 总，难道是赵元浩？我强忍着翻看的冲动，假装什么都没看到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试探性地问道：小雨，你觉得赵总监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说：挺好的啊，很有能力，做事也干练，我们设计组都很佩服他。你们设计组和他打交道多吗？我继续问，试图从他的回答中找到一些线索。还行吧，有需要他审批的设计方案时会见面。他低头吃饭，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我的心更加不安了，决定暗中观察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逐渐察觉到小雨和赵元浩之间的互动有些不对劲。办公室里，他们经常凑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聊得火热。每次开完会，他们总是磨磨蹭蹭，最后才离开会议室。有几次我还撞见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同一家咖啡厅，进去的时候间隔很短，
出来的时候却隔了挺长时间。我心里泛起了嘀咕，但转念一想，也许他们真的只是工作上配合默契，关系比较好而已。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疑神疑鬼、心胸狭隘的男友，所以没有直接跑去质问小雨。直到那个周五晚上，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。公司组织了一场团建活动，地点选在市郊的一个度假村。活动结束后，大家都喝了不少酒，一个个醉醺醺的，然后各自回房休息。我的房间被安排在3楼，小雨的在4楼。晚上11点多，我突然想起有份文件里有些数据需要小雨帮忙核对一下，就起身去了他的房间。我敲了几下门，里面没人回应。我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的提示音。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隔壁房间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赵元浩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看到我，明显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强装镇定地说：“郑明，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？我来找小雨有点事儿。”我回答道，心里已经开始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。赵元浩看了一眼小雨紧闭的房门，说：“哦，他好像不在房间，可能去大堂了吧。”说完，他匆匆忙忙地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，难受极了。赵元浩的房间和小雨的房间紧挨着，而他此时却不在自己房间。我实在不愿意往最坏的方向想，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小雨，在公司里碰到赵元浩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动汇报工作。小雨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，有一天，他主动约我谈心：“郑明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我感觉你对我特别冷淡。”他坐在我对面，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直接问道：“小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和赵元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，但很快又强装镇定地说：“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啊，还能有什么关系？真的只是这样。”我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追问道：“那为什么你手机里给他备注的是 Z 总，而他给你发消息称呼你亲爱的？”小雨的脸唰的一下变得煞白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你偷看我手机？”“我没有偷看，是那天你的手机屏幕亮着，我不小心看到了消息提醒。”我急忙解释道。小雨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长叹一口气说：“郑明，我不想再骗你了，我和赵总确实关系比较特殊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心还是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地问道。他刚来公司不久。小雨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也就是说，在他和我交往的这段时间里，他就已经和赵元浩勾搭上了。为什么？我声音有些颤抖，只能问出这2个字。赵总在公司有资源，有人脉，能帮我更好地发展事业。他的解释让我感到无比心寒。我们这一行没有靠山，真的很难走下去。我听了他的话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感涌上心头。我们分手吧。我站起身，不想再和他多说一句话。小雨急忙拉住我的手说：“郑明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你想想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难道就这样轻易结束了吗？”我用力甩开他的手说：“在你背叛我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
分手后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，希望能通过忙碌的工作来忘记这段痛苦的经历。然而，赵元浩对我的针对却越来越明显。本该由我负责的一个重要项目，突然被分配给了其他组。我精心提出的方案，不管考虑的多么周全，总是会被他以各种理由否决。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，他给我打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低的分数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他这是在公报私仇。就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龌龊事，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小雨在和我分手后不久就被提拔为设计组的主管，薪资也翻了1倍，而我却被安排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边缘项目，在公司里就像被遗忘了一样。同事们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处境，开始对我敬而远之，生怕和我走得太近会被我连累。到了午餐时间，曾经热闹非凡的餐桌上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。听说郑明得罪了赵总监，现在日子可不好过了。谁让他和赵总监抢女人呢？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各种流言蜚语在公司里迅速传播开来，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。终于在一个周一的早晨，一场巨大的风暴向我袭来。赵元浩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神情严肃地宣布，公司重要客户的资料被泄露了，导致竞争对手抢先一步推出了类似的产品，公司因此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经过 IT 部门的详细调查，泄密者已经找到了。赵元浩的目光在全场扫视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证明用户增长组组长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，将客户资料发送给了竞争对手，证据确凿。全场顿时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一脸惊讶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更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。”赵元浩冷笑一声说：“别狡辩了 ，IT 部门已经恢复了你删除的邮件记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你把资料发送给了竞争对手的市场总监。”说完，他打开投影仪，将所谓的证据展示在大屏幕上。一封从我邮箱发出的邮件，收件人确实是竞争对手的市场总监，附件正是公司的核心客户资料，这是有人故意栽赃。我愤怒地喊道：“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，怎么可能给他发邮件？证明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吗？”赵元浩摇摇头，一脸惋惜地说：“公司给了你这么好的发展平台，你却这样背叛公司，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小雨突然站了起来说：“我可以作证，证明确实对公司有很多不满。他经常在我面前抱怨公司给的待遇太低，还说如果有更好的机会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跳槽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小雨这个曾经我最爱的女人，现在居然和赵元浩一起联合起来陷害我。小雨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气的声音都变了调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低着头说：“对不起，证明，但这是事实。”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我的辩解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公司高层很快做出了决定，立即解除我的劳动合同，并且保留追究我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就这样，我被无情地扫地出门，成了公司里人人唾弃的叛徒。人事部的孙姐是唯一一个对我表示同情的人。证明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递给我一个纸箱，帮我收拾东西。但公司的决定已经下来了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。
我苦笑了一下说：“谢谢你，孙姐，至少还有你相信我。”离开公司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这个我付出了3年青春和心血的地方。顶楼的办公室里，赵元浩和小雨并肩站在窗前，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真相。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合谋陷害我，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我这个碍事的人。回到家，我把自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过去的这3年，我每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。为了拿下项目，我熬过无数个通宵；为了优化方案，我反复修改了上百遍。我为公司谈成了好几个大单子，给公司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，创造了不少价值。可现在就因为公司里那个心机深沉的女人，还有那个卑鄙无耻的上司，我一下子失去了一切。那个女人为了往上爬，和上司勾结在一起，编造我泄露商业机密的谎言。上司为了讨好他的情人，也为了推卸责任，竟然真的相信了这荒唐的指控，毫不犹豫地把我开除了，工作没了。这还不算完，我的名誉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。现在整个行业里估计都在传我是那个泄露机密的叛徒，简历上多了这么一个难以解释的污点。以后在这个行业，谁还敢录用我啊？我越想越绝望，感觉自己的未来一片黑暗，看不到一点希望。就在我沉浸在绝望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慢吞吞地拿起手机，看了一眼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心里正烦着呢，本来不想接，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喂，请问是郑明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。是我。您是哪位？我有气无力地回答，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沮丧。我是九州集团的何秘书，我们董事长想跟您见个面。九州集团，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，那可是国内顶尖的互联网巨头啊，市值超过2000亿，在行业里那可是响当当的存在。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我跟九州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啊！我困惑极了，实在想不明白九州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要见我。何秘书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：“没打错，是高董事长专门交代要见您，明天上午10点，您到九州大厦66楼董事长办公室，我们等您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。九州集团的董事长高建国，那可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，身价数百亿。他为什么要见我这样一个刚被解雇、一无是处的小员工呢？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心里既疑惑又有点期待，说不定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机会。带着满腹的疑惑，第二天我早早的就出门了，提前来到了九州大厦。我跟保安说明了情况，保安核对了我的身份后，就把我带到了电梯口，让我直接坐电梯到66楼。电梯门一打开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董事长办公室宽敞的让人觉得有些空旷，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，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壮丽景观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车水马龙川流不息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，看到我进来，他立刻站起身，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，朝我招了招手说：“郑明，快过来坐。”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，接着又问：“要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茶？”我有点紧张，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茶就好。”
高建国亲自走到茶几旁，给我倒了杯茶，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我。我心里特别忐忑，不知道这位商界大佬到底找我有什么事。他对我这么客气，让我更摸不着头脑了。你长得很像你父亲。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一听，心里轰的一下，像被雷击中了一样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您认识我父亲？高建国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有怀念，有愧疚，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痛苦。他缓缓地说：当然认识，他是我的儿子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九州集团的董事长高建国竟然是我的爷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听父母提起过这件事啊！我呆坐在沙发上，目光直直地盯着高建国，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开玩笑的痕迹。可那严肃且真诚的神情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声音有些颤抖，这3个字喊出口，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有震惊，有疑惑，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委屈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竟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，而此刻，这个突如其来的真相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将我原本的世界炸得粉碎。高建国轻轻叹了口气，眼神中透露出岁月的沧桑和无尽的感慨。孩子，这事儿说来话长。当年，我和你父亲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，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家，从此便与我们断了联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派人寻找他的下落，可始终没有消息。直到最近，我才得知他已不在人世，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听到这里，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原来，我一直以为平凡的家庭背后，竟隐藏着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爷爷，那您现在找我，是想让我做什么？高建国目光坚定地看着我，缓缓说道：孩子，我想让你来九州集团接手一些重要的业务。你被泰恒科技那帮人陷害，我都有所耳闻。他们如此对你，我定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我要让你以强者的姿态回归，让他们为曾经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爷爷的话让我重新燃起了斗志。这么多天的委屈和不甘，此刻都化作了复仇的火焰，在我心中熊熊燃烧。爷爷，我愿意，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在爷爷的安排下，进入了九州集团的核心部门，开始接受一系列严格的培训和学习。爷爷为我请来了行业内最顶尖的导师，从商业策略到团队管理，从市场分析到危机处理，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教导。我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，拼命地吸收着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与此同时，爷爷还动用他的人脉资源，秘密调查泰恒科技以及赵元浩和刘晓宇的种种劣迹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我们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，包括他们合谋陷害我的详细过程，在泰恒科技内部的不正当交易、贪污受贿等行为。1年后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这一天，爷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眼中满是信任和期待。孩子，是时候回去了，让他们看看我高建国的孙子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紧紧握住爷爷的手，坚定地说：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第2天，我身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
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泰恒科技的总部大楼前，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建筑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，我是被他们无情赶出的叛徒，而今天，我将以全新的身份回归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径直走向会议室，此时，泰恒科技的高层们正在召开一场重要的会议，赵元浩和刘晓宇也在其中。当他们看到我出现在门口时，脸上瞬间露出了惊讶和慌乱的神情。郑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赵元浩站起身来，脸色十分难看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我冷笑一声，缓缓走进会议室，目光冷峻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怎么不欢迎我？今天我是来给你们送一份大礼的。说完，我拍了拍手，身后的助手立刻将一摞文件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这些文件里详细记录了赵元浩和刘晓宇的种种罪行，包括他们合谋陷害我，在公司内部进行不正当交易、贪污受贿等证据。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手中的文件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赵元浩的脸色变得煞白，他颤抖着手指着我，大声吼道：“郑明，你这是诬陷，这些证据都是假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赵元浩，你别急着否认，这些证据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调查和认证的，每一项都有确凿的依据。你以为你们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能永远瞒天过海吗？”刘晓宇也慌了神，他站起身来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：“郑明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”我看着他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当初你们合谋陷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太晚了。这时，泰恒科技的董事长也坐不住了，他站起身来，脸色阴沉地看着我：“郑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很简单，我要你们开除赵元浩和刘晓宇，并且公开向我道歉，恢复我的名誉。同时，泰恒科技要为曾经对我的不公正对待做出赔偿。”董事长皱了皱眉头，犹豫了一下说：“郑明，这件事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赵元浩是我们公司的重要人才，开除他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爷爷，他们似乎不太愿意配合。电话那头传来爷爷威严的声音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不按照你说的做，九州集团将全面终止与泰恒科技的所有合作，并且在行业内对他们进行封杀。我将爷爷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泰恒科技的董事长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他知道九州集团在行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如果真的与我们为敌，泰恒科技将面临灭顶之灾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考和权衡，泰恒科技的董事长终于做出了决定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着赵元浩和刘晓宇说：“你们两个被开除了，从今天起不再是泰恒科技的员工。”赵元浩和刘晓宇听到这个决定，顿时瘫倒在地上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曾经以为可以随意欺负的我，如今竟然能够让他们失去一切。随后，泰恒科技的董事长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在媒体面前公开向我道歉，承认了公司当初对我的不公正对待，并宣布给予我相应的赔偿。看着电视上他们的道歉，我心中没有一丝喜悦，只有无尽的感慨。这一年来，
我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磨难，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从那以后，我在九州集团的发展越来越好。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我逐渐在公司内部崭露头角，成为了爷爷的得力助手。而泰恒科技因为失去了赵元浩和刘晓宇这两个害群之马，再加上与九州集团的合作中断，业绩一落千丈，逐渐在行业内失去了竞争力。至于赵元浩和刘晓宇，他们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恶行，不仅失去了工作，还在行业内声名狼藉，再也没有公司愿意聘用他们。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而我终于在这场风波中实现了逆袭，不仅为自己讨回了公道，还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和新的方向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